美军轰炸机逼近俄领土，福特号抵达拉美委内瑞拉，开启新一轮军演。俄军开入红军村，乌军打破包围圈。俄军攻势扩大，扎布鲁热3处居民点沦陷，史上代价最高昂推进，能维持多久？停摆结束，美光速通过340枚响尾蛇导弹军需案，助丹麦抗俄。精彩资讯马上开始。随着对乌侵略加深，俄罗斯的野心隐隐向北约出击，这种行为跟自掘坟墓无异。这不，一架美军 B-52轰炸机从芬兰东部升空，穿越爱沙尼亚，直奔俄罗斯领土。面对这份美式快餐，瑟瑟发抖的俄军将如何回应？ B-52这次飞行来头不小，属于芬兰、爱沙尼亚和其他北约成员国联合演习的一部分。各国围坐在一起，只讨论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对俄罗斯边境进行更强力的打击。作为美军战略轰炸机中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唯一型号 ，B-52无疑是对俄边境强力打击的最优解。为了这次模拟打击，芬兰请出了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为 B-52保驾护航。 具体行动上 ，B-52从芬兰东部边境附近的索廷普罗训练区出发，一路奔袭，飞越爱沙尼亚，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台风战斗机会合。随后，一架哨兵空中预警机也前来支援。4架战机来势汹汹，一路飞到爱沙尼亚与俄罗斯边境，距离俄罗斯领土最近时仅50公里。对于现代战争的战略距离而言，50公里跟50米几乎没有区别，而且以 B-52的速度，3分钟就能突入俄境内。 不过 B-52却停了下来，相隔50公里凝望俄罗斯。这番姿态并非说明 B-52怂了，恰恰相反，它是在向俄罗斯释放危险的信号。这次是距离俄境50公里，下次就是距离莫斯科50公里，甚至距离克里姆林宫50米。总而言之，俄军对北约的侵犯没有停止前，北约轰炸机深入俄本土的方案也永远不会被搁浅。正如芬兰空军所述 ，B-52进行的一系列飞行和打击模拟，都是为盟军的作战做准备。 或者说，为反击俄侵略、深入俄本土作战做准备。对此，俄军的回应很简单，那就是认怂，不进行任何回应。B-52轰炸机逼近俄领土，并非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俄军却选择装聋作哑，态度很显然，这是怕自己一回应，真把北约惹毛，派 B-52挺入俄境。 不过，在火力军看来，只要俄军对乌侵略一天不停，对北约的挑衅一天不变，那么美军轰炸机正式入俄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对于现在的普京而言，时间是个问题。除了边境，北极地区的俄军日子也不太好过。据美国陆军识别网站报道，第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 已成功抵达柏林勃兰登堡机场，该巡逻机被德国当成了宝贝，编入一支由8架飞机组成的机队，成为机队核心。该机队的任务很有意思，明面上他们只负责巡逻任务，但巡逻路线却环绕北大西洋、挪威海、格陵兰、冰岛以及英国海域。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点，属于俄罗斯潜艇极为重要的过境路线。那么，德国部署 P-8A 的意思也很清楚了，那就是对俄潜艇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进行监视。 这个猜测得到陆军识别网的证实。其报道表示 ，P-8A 除了原本就搭载用于海上和陆地监视的 APY-10雷达，德军还计划为其额外配备美国制马克54轻型鱼雷、水雷和反舰导弹，摆明要对北极地区发现的一切俄潜艇予以重雷出击。德国这步操作估计能让俄罗斯北极潜艇舰队消停很长一段时间的。 与此同时，世界另一头的加勒比海海域，委内瑞拉也面临跟俄罗斯类似的困境。只不过，俄军好歹只是面对一架巡逻机，而委内瑞拉面对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美军福特号。美委对峙已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枪声将从何时响起。不过，随着美军最新行动展开，本就焦灼的局势又燃起一把大火。 据美国南方司令部宣布，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南方司令部责任区，正式在加勒比海展开部署。这艘世界上最大的核动力航母，搭载了4000余名水兵和9个舰载航空中队，还有3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配备宙斯盾系统、垂直发射系统，具备全领域攻防能力。如此来势汹汹，显然不只为打击加勒比海船只而来，它的目标直指委内瑞拉。 上个月，火力军就在视频中提过，特朗普宣布向加勒比海部署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火力军当时推测，该航母最早能在11月中旬后抵达。结果，美军的部署速度远超火力军估计。面对美军重兵压境，委内瑞拉倒没有坐以待毙。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在为美国可能的进攻做准备。
以委内瑞拉缺人、缺钱、缺枪的三缺现状，自然不可能硬刚福特。因此，加拉加斯领导层决定将战斗往游击战的方向引导。不过，由于路透社是援引有关人士消息，火力军对这一说法暂时持怀疑态度。另外可以确定的是，委内瑞拉准备提前举行新一轮军演，时间就定在福特号抵达拉美水域当天。据委通社报道，该演习名为“独立200计划”，自当地时间11月11日全面展开，持续至12日，涉及海陆空作战单位以及导弹等武器系统部署，覆盖地面、空中、海上及导弹部队，还包括向全国284个前线地点部署军队、警察和民兵，动员兵力达20万人。或许觉得这20万人在美军数十年来规模最大一次兵力集结面前依旧不够看，马杜罗在当天签署整体防御指挥法，组建由公民、军人及政府部长组成的综合防御指挥部，专门制定武装冲突的作战预案。演习期间，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洛佩斯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坦克、防空导弹等重型装备已进入战备状态。印度经济时报对此评论道，当前美委对峙态势已接近战争边缘。除了委内瑞拉自己，另一边的俄罗斯同样做出了强烈反应。根据俄卫星通讯社消息称，俄联邦委员会在上议院会议上正式通过一份有关美国对委内瑞拉威胁的声明。该声明怒斥美军的行动，还向马杜罗保证会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跟委内瑞拉的双边合作关系。按路透社提供的消息，一些年代久远、俄罗斯制造的武器已经抵达委内瑞拉，随后运向全国各地的部队，佐证一向喜欢动口不动手的俄罗斯这回难得信守承诺。与此同时，俄乌战场红军村方向也面临着跟美委类似的紧张局面。目前红军村地区已步入大雾天气，之前火力军认为趁着大雾，乌军可以有效躲避俄军无人机侦察，对俄军外围阵地逐点突破。结果没想到俄军更狠，直接加派兵力，利用恶劣天气继续实施渗透行动。事实证明，浓雾对乌军的削弱效果更甚，乌军的空中侦察与火力打击能力大打折扣，让俄军得以顺利撕开城南防线。一段关于红军村的视频显示，在浓雾的掩护下，俄军大规模的乘坐摩托车、皮卡以及其他奇形怪状的交通工具，沿公路进入红军村南部。就连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也首次公开承认，乌军在红军村面临极其严峻的处境，俄军正在此地筹划并实施最后攻势。俄军的作战十分明确，以城南为支点，持续向城北推进，最终实现对红军村的全面包围，为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地区扫清关键障碍。具体作战上，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突击队在红军村中央区西北部以及东部街区及火车站核心区域持续攻坚，控制了256栋建筑物。俄罗斯媒体喜笑颜开地表示，目前红军村95%的区域已处于俄军控制之下，参与乌军被压缩在城东的季米特洛夫区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过，以俄媒向来喜欢扩大自己战果的习惯看，所谓控制95%区域的言论多少有些水分。对此，瑟尔斯基司令做出了比较客观的局势汇报。根据瑟尔斯基的战况汇报，乌军作战重点集中在红军村和扎布罗热，俄军在这两个战场加大了进攻次数和规模，特别是红军村方向情况仍然艰难，部分原因是天气情况有利于俄军进攻。此外，补给线的断裂也给乌军带来极大压力。目前，乌军已经无法通过地面通道向红军村东部季米特洛夫的被困部队输送补给，空中补给则因俄军防空火力封锁难以实现。困守部队的弹药与物资消耗正逼近极限。为打破这个僵局，乌军从红军村北部的罗金斯科耶方向派出精锐部队发起反击。该方向的胜利成功分散俄军围城兵力，暂时打破俄军对红军村东部的包围圈。不过，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却对此行动提出质疑。他认为，俄军在罗金斯科耶方向部署了至少4个旅的重兵，而乌军投入反击的仅有2个旅，兵力差距悬殊。该行动让乌军付出极大代价。在这种兵力配比下，继续坚守季米特洛夫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伤亡。总的来说，大雾天气让俄军的行动迎来可乘之机，乌军的抵抗依旧在继续。现在的问题是，乌军的北部反击能否撕开俄军防线？季米特洛夫的被困部队能否支撑至局势转折？尽管俄军不会给乌军喘息之机，但随着后面大雾散去，乌军空中力量将恢复战力，而红军村的攻防战也将迎来逆转。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前线攻势持续扩大，乌军的形势虽然危急，但还称不上绝望。乌军的抵抗与反击仍然在继续，但对俄军而言，这场人类史上代价最高昂的推进又能维持多久？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证实，俄军已攻占南部扎波罗热地区3个居民点。乌克兰军队在与俄军激战后顺利从村庄撤离。在这场持续近4年的战争中，俄军对乌领土的蚕食仍在继续。
根据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文称，浓雾已成为俄军的天然掩护，其部队借恶劣天气对红军村发动猛攻，现在又开始渗透扎布罗热乌军阵地。目前乌克兰部队正在艰苦奋战，以遏制俄军推进势头。实话实说，扎布罗热整体战事对乌军来说已属不利。泽连斯基之前表示，俄罗斯已在顿涅茨克部署约17万军队，其中一半在包围红军村，剩下的都往扎布罗热围过来，加上装备精良，乌克兰军队压力倍增。俄罗斯国防部透露，过去4周，俄军已攻克扎布罗热共8个重要居民点。对此，俄军沾沾自喜地表示，更多乌克兰土地正向俄罗斯招售。俄军这波自卖自夸，明显又在提前开香槟。实际上，乌军战线困难，俄军的推进更加困难。据战争研究所文章称，俄军虽调集骨干力量成功完成扩张的目标，但多线进攻导致其资源分散，推进速度受限。例如，乌前线长度已拉伸至近1250公里，俄军兵力压力几乎呈指数上升，推进速度也大打折扣。这波分析没有掺一点水，乌克兰以退为进的战术成功将俄军的扩张压制在有限的范围，俄军被迫将战线拉长，而这让其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伤亡代价，更沉重的战争债务。例如，红军村的俄军由于战线被拉得极长，资源调配分散的吓人，直接导致其推进速度甚至比不上蜗牛爬行速度。瑟尔斯基司令更是直言，每占领1平米土地，俄罗斯就要付出数百名军人的生命。因此，有不少人将俄军这种高伤亡、高投入、低进展的打法称为人类史上代价最高昂的推进。除了战线推进，战场后方俄罗斯经济也在为维持战争买单。这从2方面可见：一方面，美国早将俄罗斯石油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几乎直接宣告俄石油的买家少了一大半，这就相当于打断了俄罗斯经济命脉的一条大腿。另一方面，乌军还在对俄能源设施进行持续不断的打击。例如，最近一次乌克兰夜间无人机精准击中俄罗斯斯塔夫罗伦化工厂，该厂专为俄军生产军用复合材料聚合物，是俄军工体系的关键节点。战争研究所认为，这种对俄境内目标的袭扰正逐步牵制俄军后勤调度，后勤被牵制，俄军前线也跟着受到影响，但俄军偏偏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面走下去，直到走到绝路。战场之外，北约方向，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决议，向丹麦出售340枚响尾蛇导弹，以助其抵抗俄侵略。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合作局公告，白宫已于当地时间12日光速批准军方向丹麦政府出售价值约3.1美元的响尾蛇。之所以说光速，是因为美国刚刚结束史上最长政府停摆，丹麦购买的响尾蛇可能是第一批通过的军售案，对比其余还被卡着以及还在审核的军售单，确实能称为光速。那么，丹麦为什么能成为最早一批通过白宫军售的幸运儿？从官方回应看，国家安全合作局强调，此次军售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丹麦空军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装备互通性，提升丹麦参与跨国联合军事行动的能力，最终强化其应对空中威胁的实战水平。这话听着拗口，事实上就是以丹麦为桥梁，尽快提升北约盟国抗击俄军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能力。那么，为什么是丹麦？在火力军看来，丹麦军队已具备相关装备雏形，其列装的 F-3V 隐形战机与地面防空系统均已整合响尾蛇导弹体系。这次增购导弹，美军还贴心附带了34套响尾蛇导弹战术导引装置，包含相关训练、软件、零件和支援服务。这又意味着，一旦响尾蛇到手，丹麦便可快速形成战斗力，无需额外进行复杂的装备适配改造。值得一提的是，响尾蛇的作战价值并非局限于高空领域，该型号可兼容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通过地面发射平台执行防空任务，具备拦截巡航导弹、无人机等各类空中目标的能力，甚至被不少人誉为无人机杀手。这次强化丹麦的空防与陆基防空体系，也相当于为北约东翼防御网络增加了关键支撑。日后俄军无人机再度侵扰，一发响尾蛇直接送其上天。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怎么看待美国福特号挺进加勒比海与委内瑞拉进行的交锋？你又认为随着俄军开入红军村，乌克兰部队是否能重新夺回失地？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个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
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